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努力让别人喜欢自己。小时候，我们希望老师喜欢自己，希望同学接纳自己。长大以后，我们希望同事认可自己，希望朋友肯定自己，希望身边的人对自己有好印象。慢慢的，我们变得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，很在意别人是否满意自己。一个眼神，一个语气，一句评价，都可能在心里反复回想很久。如果别人对我们好，我们会觉得安心；如果别人对我们冷淡，我们就会开始反省自己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啊？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？于是我们越来越小心，越来越克制，越来越不敢做真实的自己。时间久了，人就会活得很累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这种疲惫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心里背着太多别人的眼光。你总在想着别人喜不喜欢你，总在猜测别人怎么评价你，于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变得不自然。你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了别人的看法而活。佛家常常讲一句话，众生皆有分别心。所谓分别心，就是人习惯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一切。有人喜欢安静，有人喜欢热闹，有人欣赏坦率，有人反而觉得那是无理。有人喜欢谨慎的人，也有人觉得那样太沉闷。也就是说，同一件事情，在不同的人眼里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你做得再好，也一定有人不喜欢；你再努力讨好，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。六祖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直接，心若无挂碍，何处不自在？人之所以不自在，并不是因为外界真的束缚了我们，而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评价。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来决定，他就注定会被情绪牵着走。如果有人夸奖你，你就高兴；如果有人批评你，你就难过。你的心就像一只被风吹动的树叶，一阵赞美就飘起来，一句否定又落下来。慢慢的，人就会变得没有力量。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个世界上真正自在的人，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并不是没有被批评过，也不是没有被误解过，而是他们不再把别人的看法当成自己的命运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人言是非，不动其心。很多时候，别人说什么，其实只是他自己的看法，并不一定是真相。可惜的是，大多数人太容易把别人的话当成对自己的判决。别人说你不好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；别人不喜欢你，你就觉得自己一定有问题。但现实是，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。有人站在山顶看风景，有人站在谷底看天空，位置不同，看见的景象也不同。别人对你的评价，往往只是他当下的角度，而不是完整的你。庄子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惠子对庄子说，你的思想没有用。庄子笑了笑，说了一句话，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很多时候，人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太急着证明自己有用，太急着让别人认可自己。可是真正安定的人，并不会急着向世界解释自己。他知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眼光。如果你非要让所有人都理解你，那么这一生会非常辛苦。佛家常常提醒我们一句话，人贵自知。一个真正明白自己的人，并不会把人生的重量交给别人。他知道自己的方向，也知道自己的边界。别人喜欢他，他不会因此骄傲；别人不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因此否定自己。因为他明白一件事，人这一生本来就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。当你慢慢理解这一点，你会发现很多困扰你的事情其实都不再重要。曾经让你反复思考的评价，忽然变得很轻；曾经让你失眠的误解，也渐渐失去力量。因为你终于明白，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距离。有的人会走近你，有的人会离开你；有人欣赏你，
也有人无法理解你。这并不是谁对谁错，只是彼此的世界不同。如果一个人始终试图迎合所有人，那么他最后往往会失去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回头看自己过去的很多经历，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那些最让我们疲惫的日子，往往并不是因为生活太艰难，而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反应。你可能会为了别人一句随口的评价反复思考很久，你也可能会因为一次冷淡的态度而整天心情低落。甚至有些人会为了让别人满意，一直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慢慢的，人就开始习惯迎合。有人喜欢热闹，你就努力变得外向；有人喜欢安静，你又刻意收敛自己；有人希望你稳重，你就不敢表达情绪；有人希望你幽默，你又努力扮演轻松的人。时间久了，人会变得越来越模糊。佛家有一句话说得很深：迷识人主法，悟识法由人。人在迷惑的时候，总是跟着外界走，别人怎么说，你就怎么改变；别人喜欢什么，你就努力变成那样。可当一个人慢慢觉醒，他会发现外界的标准其实一直在变化。今天有人欣赏你的沉默，明天可能有人批评你的冷淡；今天有人觉得你真诚，明天可能又有人觉得你太直接。如果你总想让所有人满意，那么你就必须不停改变自己。可问题是，人一旦习惯这样生活，就很难再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因为你每天都在调整自己给别人看，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：我到底喜欢什么？我真正想过怎样的生活？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很玄，其实他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道理。这个世界上很多评价本来就不是固定的，今天的赞美，明天可能变成嘲笑；今天的批评，也许将来会被重新理解。如果一个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别人怎么看自己，那么他的心就永远没有安定的时候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完全不用在意别人？其实也不是这样。佛家讲中道，既不是完全执着，也不是完全逃避。真正的智慧是在理解别人的同时，不被别人的情绪控制。你可以听见别人的意见，但不必让它成为你存在的标准。你可以接受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但不必把它当作最终的答案。很多时候，人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他把每一句话都看得太重。比如有人说你不够聪明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；有人说你不够努力，你就开始否定自己。可事实上，对方也只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说话。佛经里常常提醒一句话：境随心转。当一个人的内心稳定，外界的声音就不会轻易动摇他。别人说什么，他可以听见，但不会被牵着走；别人怎么评价，他可以理解，但不会因此迷失。这种状态并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清醒。你开始知道哪些声音值得听，哪些声音只是路过的风。你开始明白，有些人与你同行一段路，有些人只是短暂相遇。如果有人不喜欢你，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让每个人互相喜欢而存在的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像河流一样，有的水会汇合，有的水会分开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平静：缘来则聚，缘去则散。当缘分到了，人自然会靠近；当缘分结束，再怎么勉强也留不住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执着于被所有人认可，那么他很容易在关系中迷失方向。他会不断证明自己，不断解释自己，不断试图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可时间久了，人就会发现这条路没有尽头。因为总会有人不理解你，总会有人与你的性格不合，总会有人对你产生偏见。如果你非要解决所有人的看法，那么这一生都不会轻松。其实很多人的焦虑都来自一种隐藏很深的执念，那就是希望被所有人接纳。人从小就习惯在评价中成长，
考试成绩有排名，表现好坏有比较。慢慢的，我们开始把别人的认可当成一种证明，好像只有被喜欢、被称赞、被肯定，自己才是有价值的。于是人会不断地向外寻找答案。别人觉得我好不好？别人是不是喜欢我？别人是不是认可我？但佛家常常提醒一句话：向外求，终不可得。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外面寻找价值，那么他的心永远不会真正安定，因为外界的标准一直在变化。今天有人欣赏你，明天可能就有人否定你。就像天气一样，没有人能控制风向。维摩诘经里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：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一个人不再被外界牵动，他就拥有了真正的力量。别人说什么，不再决定你的心情；别人怎么看，也不再决定你的价值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很难，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里，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别人。但真正的自在，并不是完全隔绝别人，而是慢慢学会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。你开始问自己：我今天有没有认真生活？我有没有做对得起内心的事情？我有没有在一点一点变得更清醒？当一个人开始这样生活，他就不会再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，他不再整天猜测别人的态度，也不会反复分析别人的语气，因为他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方向。庄子说过一句话，很简单却很深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。真正自由的人，往往都有一种安静的力量，他不需要不停证明自己，也不需要处处解释自己。别人怎么看他，他并不会太在意，不是因为他傲慢，而是因为他明白，人的一生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道路。有人喜欢喧闹，有人喜欢独处，有人追求名声，有人更在意内心的平静。如果一个人清楚自己的方向，那么外界的评价就不会那么重要。有些人会说，这样会不会变得孤独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当一个人不再急着讨好所有人，他反而会遇见真正理解他的人。那些真正与你同频的人，并不会因为你偶尔的沉默而远离，也不会因为一两句不同意见而否定你。真正合适的人，不需要你不断证明自己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：心安之处，即是归处。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被所有人喜欢，他的心就会慢慢变得安定。那些曾经让他焦虑的评价，会逐渐失去重量，因为他已经知道，人生不是一场所有人都要鼓掌的表演。有时候安静地做自己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当一个人慢慢理解这些道理，他的人生就会发生一种很微妙的变化。以前你可能很在意别人说什么，别人一句无心的话都会在脑海里回想很久，别人一个冷淡的态度也会让你反复猜测原因。可当你渐渐看清人性的复杂，你就会明白，很多评价其实只是情绪。有人心情不好，就容易看什么都不顺眼；有人本来就习惯挑剔，于是无论谁出现，他都会挑出问题。还有一些人，其实只是站在自己的经历里看世界，他们说的话并不一定与你有关。佛家常常讲一句话：一切唯心造。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偏见，他看到的世界就会充满偏见。当一个人的心中带着焦虑，他对别人的判断也会变得苛刻。如果你把这些评价全部背在自己身上，那么你会越来越累。有时候最简单的智慧，就是明白有些声音并不属于你。有人误解你，那是他的理解方式；有人不喜欢你，那只是他的喜好；有人对你冷淡，也许只是因为你们的性格不同。这些事情本来就很正常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安静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很多人花了一生去研究别人，却很少真正了解自己。你知道别人的喜好，知道别人的情绪，知道别人可能怎么评价你，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：我是否活得自在？我是否活得真实？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调整自己给别人看，
那么他的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结束的表演。表演久了，人就会忘记自己本来的样子。而真正的修行，并不是离开世界，而是在生活中慢慢找回自己的位置。你依然会与人相处，依然会工作生活，依然会遇见各种不同的人，但你的心不再被所有声音牵着走。有人喜欢你，你会感激；有人不喜欢你，你也不会难过太久，因为你已经明白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关系。有人陪你走一段路，有人只是擦肩而过。佛经里常说一句话：随缘而行，随遇而安。当缘分来到，你自然珍惜；当缘分离开，你也能够放手。你不再强求所有人理解自己，也不再要求所有关系都长久存在。你开始明白，有些人只是来教你一课，有些人只是陪你走过一段时间。这并不遗憾，反而是一种自然的流动。当你真正放下被所有人喜欢的执念，你会发现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慢慢出现。你说话不再那么紧张，做事也不再那么小心翼翼。你开始允许自己有缺点，也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欣赏你，那很好；有人不认同你，也没有关系。因为你已经知道，人的一生并不需要所有人的掌声。只要你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坦然，走得清醒，走得问心无愧，那么这一生就已经足够。很多人到很晚才明白这一点。原来真正的自在，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喜欢，而是当有人喜欢你时，你依然平静；当有人不喜欢你时，你依然安然。你的心不再被评价左右，你的生活也不再被他人的眼光束缚。那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佛家常说的一句话：放下分别，方得自在。最后想和你分享一句佛经里的话：若能转悟，则同如来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能够不再被外界的境遇左右，而是用智慧看待一切，那么他的心就会越来越自由。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只要守住自己的良知，守住内心的清明。至于别人是否喜欢你，就让他顺着因缘去吧。因为真正自在的人，从来不是被所有人喜欢的人，而是那个在纷扰世界中依然能够安住自己内心的人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